OK，大家好，我是瑞贤啊，我们是我身边这位是 Terry 我们是来自于古晋狮子百年狮子会的会员。那我们这一期呢是要来做一个采访活动，采访两位身心灵的专家。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呢？就因为大家的印象中是我们狮子会吧，古晋狮子会，就不是古晋至少说狮子会就是要服务社会，这是主要目的。我们是去帮忙筹集物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去策划一些社会的服务活动。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期的节目呢？是因为我们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1、2年我们发现说，其实除了物质上的帮助之外，更多人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帮助。所以我们想说，可能透过这一期采访，我们古晋的2位身心灵专家来带出一些信息，说什么是身心灵，然后它与我们常见的那些精神疾病、心理疾病，像是忧郁症恐慌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区别？主要也是要提升大家对于这个身心灵的一个意识啦，就是大家会去关心，不会说好像就是当做是一个小事情，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吗？所以想说透过这个视频，透过这个 video 这个节目，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身心灵。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这2位身心灵专家。第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蔡丁成蔡医生，还有我们的 BD Cafe 的老板娘 BD 姐。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位蔡丁成蔡医生来做一个自我介绍。OK， 大家好，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西医诊所的医生，我是在1996年是在台湾毕业了，然后回来1997年就在马来西亚服务，一直到2003年3月份我自己出来开诊所。那我是一个 GP 了哈，那当然就是看比较多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患者，那我自己本身也在做一些皮肤科的训练，然后也是在2013年一些的因缘然后就是接触到这些身心灵的学习，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有很多慢性病，就像一些癌症的患者，或者是情绪忧郁的患者。西医基本上都是以西医的治疗、药物的治疗为主，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去发现到，不单单是病人，甚至我们自己本身，有些时候也会对一些生活或者是生命里面会有一些的困惑或者困难，所以我们有机会这样去接触到这个所谓的身心灵了之后，我们其实会去明白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道理，这个可以让我们在学习了之后，帮助到我们自己，也帮助到我们很多的患者。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西医，然后接触到身心灵，那个其实是一个很科学性的一个，并不是说因为可能因为身心灵多一个灵了之后，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灵异的，好像比较那种感觉。其实这个是我们讲简单一点，这个其实是自我了解、自我探索。探索就像是好像你去探险，这样你去找一个地方，你要去了解更深入认识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做的东西其实是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对，这个其实会让我们去看到跟处理很多我们生命里面的困难。OK， 好的。那我们谢谢蔡丁成蔡医生的介绍。那接下来就我们有请BD 姐 ，BD 是 Cafe 的老板娘。大家好，我是 BD， 我本身是一名职业女性，目前是 BD Cafe 的心灵陪谈员之一，然后我也是新时代生命教育线上的那个你讲我听的心灵辅导老师。所以 BD 姐你本身是做，你刚才讲你是
一个女性，吴金店啊。是，我本身是职业女性，然后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那你就是有开店吴金店了。是，就在职场打滚很多年这样。对，是的。哦 ，OK。那我们刚才有介绍到嘛，我的蔡蔡医生，他本身其实是有西医的背景的。那么我们可以请我的蔡去分享一下，从他专业的角度怎样去看待身心灵，跟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忧郁症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的层面上去分析，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OK， 这个主要就是说，一般上民众比较熟悉的就是可能是精神科或者是神经科，大家有些时候弄不太清楚，或者是心理科，那或者是我们说的身心灵。那其实字面上很多人常会讲的叫神经病其实这个的名词用的是不当，对。真实来讲，应该是如果是精神方面问题，我们叫精神病。对，精神病是比较一个有一点比较抽象的。神经的问题是神经脑科方面可能长肿瘤啦、血管问题或者是身体的一些跟神经有关的症状，那个我们叫神经科。那精神科的医生主要是在诊断一些就是像忧郁症那个焦虑症强迫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这一类的，就是精神科在诊断的。那其实精神科诊断的重点在于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就是根据患者的症状表现，所以医生根据这个的判断了之后，有1、2、3、4、5符合这些的症状我们就诊断它是精神分裂症、忧郁症或者强迫症或者是那个躁郁症。然后重点其实是在精神科医生诊断了之后，就是以药物来治疗患者。药物治疗。如果是精神分裂症，大部分就是只能依靠药物的。那心理治疗师基本上来讲，可能就是说比较多这个人在生活上面有一些困扰，就像有一些在国外的夫妻的心理治疗或者是一些的亲子的一些的治疗，可能夫妻之间发生问题，或者是个人有一些的问题他们在做心理辅导或者心理咨商的过程来去了解个案的这个问题，然后来协助这个个案找出一些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患者需要他在沟通，在讲述他的经验、他的感受、他的情绪。那这个心理治疗师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心理治疗有很多的门派，他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去协助这些的个案。那至于身心灵的部分我们说身心灵其实是比较真实的去看到我的情绪感受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愤怒、很委屈或者是可能感受很自卑就有各种的这些的情绪跟感受出来，让我们非常的不舒服或者不敢去面对。我们所说的负面情绪对，所以我们说负面的情绪。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是就是要压制它，不然就是很多自责。对，没错。可能很多人生气了之后，他就会自责，就是干嘛这么小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生气？自己怪自己这样。自己在怪自己。是。所以我们身心灵的部分，其实有些时候也是透过它的过程，开始有一点部分，有一点像心理治疗的部分，就是在协助个案把情绪去了解一些的情绪跟感受。可是我们做的比较深入的部分，就是说去协助我们，不是去解决问题，是协助个案自己去看到自己的问题。怎么去看到自己的问题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成长，或者学校的教育，或者整个社会的风气文化会让我们的成长的过程，我们会有很多的观念。这个观念我们如果是已经是很习惯，就是跟我
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可是问题就是说，有些时候看不到问题是怎么样引起我这些的情绪的。我们只会责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或者是觉得我这个情绪不好。我们如果能够协助个案，慢慢从情绪里面去找到，我们叫探索，自我探索也是自我了解。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身心灵上的讨论，其实比较多是你们引导个案，对，去看到他自己，他成长过程中的问题的根源在哪，所以让他自己去面对。所以对，陪伴他陪伴他，鼓励他的意思啦。那我想问一下 BD 姐啊，BD 姐是因为我的菜是医生嘛，他有 C，他是有专业背景啊，他也是会去投身这种身心灵，那个还比较我们比较容易，就是他可能有这些背景会去看。那 BD 姐啊，你是女强人嘛？刚才讲就是经营母亲店，那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机缘巧合让你去碰这个，就是去投身在身心灵上面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原因啊，机缘巧合去让你去投入在这边？这个也就像刚才多少菜讲的，就是从小就在一个环境那个信念非常强的，就是穷啊、辛苦这些观念而影响，所以我都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父母亲都是为钱而吵架的，所以变成是，而且妈妈在吵架过程就是会说，你看你不可以像爸爸跟哥哥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表达，所以甚至跟女儿们说，不可以找这样的男人。所以这个孩子一路在成长里边是属于压抑跟那个就是揣摩不到底父母亲的这个整个过程是这么辛苦的嘛，对，所以会变成我也变成扭曲我的想法。所以你的就是想法是从小到大是自我要求很高的，自我要求很高 ，OK， 是一直想要逃脱，像妈妈给你讲的是那个叫做不可以穷的男人不可以这样，那个观念这个就好像一个枷锁锁住你，这样走了10几年这样子下来了，对，真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以至于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焦虑症跟恐慌症的，焦虑症、恐慌症也是在医生的那个好像评估下，我是属于是恐慌跟焦虑症，而且也在不断陆续在吃药。这个整个过程里边，我在其实是无法药再吃下去，也是无法克服我的这个焦虑跟恐慌的发作。所以甚至严重起来，连坐飞机不能自己坐飞机，甚至家人陪伴也不能坐飞机。还有就是电梯都不能坐。恐慌症其实很多时候个案的感觉好像是自己要死掉了。对，在某一种的状况之下，所以有一些人我们说惧高症或者是优势紧闭那个恐慌症的话，他只要一进那个地方，他就想要逃脱，不然他会觉得他要死掉，会窒息这样子的感觉。对，窒息好像当下自己要死掉，那种是很害怕的，非常非常严重这种的情况。对，是的。他这个情况好像这种焦虑的，它是在生理跟心理方面是怎样子？比如说生理是怎么样造成的？像很多的菜，你觉得是好像身体的哪一些好像分泌不平衡，还是怎么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呢？对，其实像我认识 BD 这么多年，10多年所以大家其实对于一些忧郁症或者恐慌症，对于个人来讲，其实有一些时候对一些人来讲是一种很羞愧的。其实我很长久的时间，我其实并不了解到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咱们根源在哪里？不是，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己不容易去让人家去，不想让人家知道。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好像让别人知道，好像是一种很羞耻的。对，是，甚至是求医都会好像都是会很有压力的，去做这样的治疗。甚至朋友
不想要让太多人知道的，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心灵那扇门就关上了。对，对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于一个标签化啊，你精神病啊，或者是你是一个忧郁症啊，或者是你一个什么，这个我们讲的人说谁谁谁有忧郁症，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恐慌症，我们嘴巴讲很容易，对于当事人来讲是一种标签，就是说别人会怎么看待我，对他们很怕被否定啊，在这个社会否定。对对。所以像我们再分析一点，就是说像BD 刚才在讲的，就是说从小可能家庭比较贫困，父母亲会因为钱不够生活不容易而吵架，然后吵架之后会责备孩子。大家其实要去了解的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已经是成年人，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是2、3岁、4、5岁、5、6岁的时候，我的生命的依靠就是父亲跟母亲。所以当父母亲在吵架或者被父母亲打骂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是在心理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来的。我们常在讲的只是父母亲打骂而已吗？小事情，大家都是这样成长过来的。可是其实是对于当事人当时的那种的恐惧害怕，那个是会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我们很多潜意识里面的创伤的经验或者不舒服的这些的经验，其实是停留在那个的部位的。那个部位它要发出来就发出来的。所以像刚才 Terry 在说，是说在生理跟心理上面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对，我们很多恐慌症的发作，我们叫现在人很多叫自律神经失调，可能大家有听过这样的名称。自律神经失调，因为我们的脑的系统，一种就是头脑的认知脑，我可以规划，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很成功，我很厉害，做一些规划。可是我们的自律神经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内脏的运作，那个是跟我们头脑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是2个系统。自律神经意思是说，我们不会担心我心跳不会跳的，我不睡觉我也会呼吸的，我只是负责吃好吃的东西，我的胃怎么做工我不知道的，只有胃痛的时候我才知道。所以那个是我们的脑的一个部分，有这个自律神经会去控制我们的内脏的运作。可是我们在讲类似像恐慌症这些发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理上面的一些的不调节，可能长期的压力或者小时候的这些的经验，其实在潜意识里面，就是或者我们说这个我们有一个情绪脑的这个的部分，其实一直在的。可是我们在成长，可能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某些的情况之后，会刺激我们过去的这些的经验，这些经验可能其实就会带动到我们的这些的自律神经的这些的症状出来。这些症状一来的话，这个我们就叫自律神经失调，这些症状就有一些类似这些忧郁症、焦虑症或者是恐慌症这些的症状出来的一些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成长过程里面影响带有我们一些我们的头脑不记得了，因为我们头脑很大部分有些时候是要保护我自己，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所以很多的东西以前的东西都不重要了，可是过去的东西不会不重要，它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影响到你，只是随时准备它要什么时候发出来。对，所以后来在2014年他Dr. 蔡开始接触身心灵的这一环之后，他介绍我，他就开始推荐我在上这个课程。因为过后慢慢会发现到，就是说，他好像有一点这些的困扰。当然，因为我自己上过了这些课程，我会觉得，好像这个对我自己很受用。当然这个自己也是刚开始在学习，所以会觉得一个很好的东西，常常会想要跟一些好朋友分享。对，就问他，你有没有需要去接触这样的东西？所以他是非常积极的在走进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学习的成长的这个领域。
所以后来我自己本身就在陪谈的过程，老师用身心灵的那个取向跟我做心灵辅导，非常好的效果了。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上课。那个时候我在学习，还是需要吃药，还是需要吃药，到半年左右这样了，就开始把药慢慢减少这个剂量，药量慢慢减少，到后来放掉，就不需要再吃药了。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在这边开一个这样的 BD's Cafe 来做这个心理陪谈？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很感对，所以我自己会感受得到，就是讲，那其实好像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神经病的人嘛，对不对？但是把它列入好像是神经病来医治我嘛，那我头脑是清醒，可以做生意，可以处理东西的人嘛，所以我一直往这一块去探讨我自己，所以我一直有跟多多菜讲。这个过程我就觉得是，我自己亲身体验了之后，所以我在深入去学习赛斯身心灵陪谈的课程，所以我自己成为一个心灵辅导人，把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带回来，对，传达出去，对，因为我们也看到身边人，我们也很清楚说，大家都有面对这些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他们去接受这样的，我不要说治疗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管道让他们去了解一下，发现对，没错。所以就是说你们开了这样 BD's Cafe，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非常的轻松，来这边交流，甚至是可能来这边看一下书，找你们陪谈这样。是我之前我就后来我回到来这边，开始我成为一个心灵陪谈员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我自己的办公室跟多德菜的诊所楼上在跟人家做陪谈。OK。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个案跟我讲起，他是说他讲谈完了心灵陪谈过后，他讲是不是可以？他有一个建议，他说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心灵辅导或者是治疗，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轻松，让人家比较没有这个压力，走进来可以也是啊，就是会让他觉得好像我来看心理医生，我来看精神科。对，就是说所以这个咖啡馆的本来的意愿就是我来这边喝咖啡，顺便陪谈会比较轻松所以变成是这样，我非常认可我这个让跟我聊起这个建议，所以我就找我的菜跟我。所以你们是一起开了这个 BD's Cafe。对，是的。